侯府规矩大，世子战死后，婆母为了防我改嫁，每晚对我施冰刑，冰水刺骨，直入丹田。她却在一旁烤火取暖，笑得阴毒。这叫锁心水，只有废了你的身子，你才能安分守己，做我侯府的鬼。我咬牙忍了3年，终于把身子熬坏了，也把侯府的账本做空了。眼看只要再熬今晚这一次，我就能带着巨款去养10个面首。结果门被一脚踹开，那原本埋在土里的世子爷一身煞气地站在门口，看着悬在半空的冰块和正准备收拾包袱的我，他愣住了。死一般的寂静在祠堂里蔓延。那是裴军，我的夫君，镇北侯世子。他没死，不仅没死，看他那一身玄铁重甲，虽有磨损却依旧威风凛凛的样子，怕是刚立了大功回来。君儿！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婆母张氏，她手里的暖炉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滚烫的炭火洒了一地，烫焦了昂贵的波斯地毯。她连滚带爬地扑过去，死死抱住裴军的大腿，发出一声凄厉的嚎哭。我的儿啊，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裴军没有第一时间低头看他娘，他的目光像钩子一样死死地定在我身上，从我悬在头顶的那个还在滴水的冰块，移到我冻得青紫的双脚，最后落在我手里那个刺眼的包袱上。那是审视，是震惊，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怒。我迅速在脑海里过了一遍现在的局势：第一，他还活着，那这遗孀改嫁的戏码就不顺理成章了；第二，他若是现在查账，侯府那个巨大的窟窿根本瞒不住；第三，这3年的冰刑和守节，若是没有一个完美的解释，我就成了想要卷款潜逃的毒妇。电光火石之间，我做出了决定。世子爷诈尸了。我开口，嗓音因为长期受寒和刚才的惊吓而显得格外嘶哑，听起来倒真有几分凄楚和难以置信。裴军身子一震，像是终于回过魂来，他一把推开抱着他大腿痛哭的张氏，大步流星地朝我走来。沈宁，他的声音沙哑低沉，带着战场上磨砺出的压迫感。他走到我面前，手中长剑唰的一声出鞘，寒光一闪，直接斩断了那根悬挂冰块的麻绳。哗啦，巨大的冰块砸在地上，碎成了无数晶莹的冰渣，有些溅到了我的小腿上，但我连眉毛都没动一下。这点疼比起这3年的每一夜算得了什么？这是怎么回事？裴军转过身，双眼通红地瞪着张氏，声音里压抑着暴怒。母亲，这就是你答应我的，会替我好好照顾宁儿。冰刑，锁心水，若是传出去，我裴军在军中还怎么立足？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吗？张氏被这一吼吓得止住了哭声，随即眼神闪烁，指着我尖叫道：儿啊，你别被这狐狸精骗了！这3年你不在，这小蹄子心野得很。娘是为了帮你守住这个家啊！你看看他，大半夜的在祠堂收拾包袱，指不定是要跟哪个野男人私奔呢。裴军猛地转头看向我，此时此刻，我必须演好这最后一出戏。我松开了手里的包袱，任由它掉在地上，露出里面几件寒酸的旧衣。我缓缓蹲下身，捡起那件旧衣服抱在怀里，眼泪说来就来，顺着惨白的脸颊无声滑落。母亲教训得是。我仰起头，眼神空洞而绝望地看着裴军，嘴角却勾起一抹凄凉的笑。世子既然回来了，那妾身也不必再受这炼狱之苦了。这3年，妾身日夜盼着世子归来，想着若是世子还在，定不会让人这般作践我。如今看来，是妾身命苦。这一招以退为进，我用了3年，早已炉火纯青。果然，裴军眼中的怒火瞬间变成了愧疚。他看着我这副摇摇欲坠的模样，看着我脚边的那滩冰水，心里的天平瞬间倾斜了。宁儿，对不起，我回来晚了，我这就带你回房。这该死的规矩，以后再也没人敢对你用。就在他的指尖即将触碰到我的那一刻，门口突然传来一声娇弱的咳嗽声，裴军的手猛地僵住。我眼神一凝，透过他的肩膀看到了门口站着的那个女人，一身素白的斗篷，虽然风尘仆仆，却难掩那楚楚动人的风姿。她扶着门框，似乎随时都会倒下，那双含泪的眸子正怯生生地看着屋内的一切，最后落在了裴军身上。世子爷，这里好冷呀，娇娇害怕。声音软糯，带着一股子江南水乡的甜腻，和这充满杀伐气的祠堂格格不入。裴军几乎是下意识地缩回了伸向我的手，他转身快步走到那个女人身边，一把扶住她，语气瞬间变得温柔无比，那是他从未给过我的耐心。娇娇，不是让你在外面等着吗？这里脏，别污了你的眼。那一刻我笑了，真的，我差点笑出声来。原本我还愁怎么解释那个包袱，怎么合理的让位脱身，现在好了，理由自己送上门来了。这哪是什么白月光，这是我的财神爷啊！我从地上缓缓站起，借着整理衣襟的动作，不动声色地将那个包袱踢到了更显眼的位置。世子爷，这位妹妹生的好生标致，想必这就是世子在外的救命恩人吧。我擦干脸上的泪痕，换上了一副极为识大体的贤惠模样。裴军扶着林娇娇走进来，神色有些尴尬，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宁儿，你别误会，这是林娇娇，我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是她救了我。她孤苦无依，
我不能丢下他不管。救命之恩，自当以身相许。我打断了他的解释，语气诚恳的让他都有些发愣。既然世子带了新人回来，那这听雪院的正房位置我也该腾一腾了。正好，我东西都收拾好了。我说着，弯腰捡起那个包袱，拍了拍上面的灰尘。今晚这兵行虽然只收了一半，但既然世子回来了，想必母亲也没兴致再看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说完，我抱着包袱，头也不回的往外走。经过裴军身边时，他一把抓住了我的手腕。你去哪？他眉头紧锁，似乎对我这过于平静的反应感到不安。你是正妻，哪有正妻给妾室腾位置的道理？你就这么急着走，连一句温存的话都不愿跟我说？温存？我低头看着他抓着我手腕的那只手，只觉得恶心。世子爷，我抬起头，眼神清冷。3年了，我的心早就被这冰水浇透了。如今你要纳新人，我成全你，这难道不是世子最希望看到的贤妻模样吗？裴军愣住了，趁着他失神的瞬间，我挣脱了他的手，快步走出了祠堂。风雪扑面而来，我却觉得前所未有的畅快。裴军，你以为你只是带回来一个女人？不，你带回来的是我沈宁开启新生活的钥匙。从这一刻起，这场名为掏空侯府的游戏才真正到了高潮。回到听雪院，我没叫丫鬟，反手锁上了房门。我把包袱扔在床上，从里面掏出一叠厚厚的银票，借着烛火数了数，1万两、2万两、3万两，加上之前转移出去的那些铺子和田产折现，现在的我身家早已超过了曾经鼎盛时期的侯府。这3年来，我表面上是对婆母唯唯诺诺的受气包，实际上是整个侯府唯一的掌权人。张氏不识字，又是个只知道摆谱的草包，他只知道我是商贾之女，懂算账，便把钟馗交给了我，自己只顾着享受。殊不知这一交便是把侯府的命脉交到了我手里。我用侯府的名义去借贷，用侯府的古董去换赝品，用裴军的军饷去放印子钱，每一笔账我都做得天衣无缝。在外人看来，侯府依旧光鲜亮丽，实际上连这听雪院地下的地砖我都想挖出来卖了。夫人，门外传来丫鬟小翠带着哭腔的声音：世子爷带着那个女人去见老夫人了，说是要立刻办喜事冲喜。我把银票塞回暗格，打开门，小翠哭得眼睛红肿。夫人，您就不生气吗？世子爷这也太欺负人了，刚回来就要纳妾，还说是什么救命恩人，我看就是个狐狸精。生气？我笑了，伸手替小翠擦了擦眼泪。傻丫头，这是好事啊。好事？小翠瞪大了眼睛，你想想，世子爷要大办喜事，是不是得花钱？是啊。那钱从哪儿来？当然是从宫中出啊。我嘴角的笑意更深了。这就对了，宫中现在就是个空壳子，他想办喜事就得自己掏腰包，等到他发现掏不出钱的时候，那场面才叫好看呢。正说着，院门口传来一阵嘈杂的脚步声，裴军身边的贴身侍卫赵虎大步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块令牌，趾高气扬地说道：夫人，世子爷有令，林姑娘初来乍到，没有像样的首饰，世子爷说让您把当年陪嫁的那套红宝石头面拿出来，先给林姑娘救急，等过些日子再给您补一套更好的。小翠气得浑身发抖。凭什么？那是夫人的嫁妆。赵虎冷笑一声：夫人既已嫁入侯府，那东西自然就是侯府的，况且林姑娘是世子的恩人，借用一下又何妨？夫人若是连这点气度都没有，怕是坐不稳这世子妃的位置。我拦住了想要冲上去拼命的小翠。赵侍卫说得对。我转身走进内室，从装军最底层翻出一个落满灰尘的锦盒，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套红艳艳的头面，在烛光下，那红宝石闪烁着妖异的光芒。这当然不是真的红宝石，真正的红宝石早在2年前就被我扣下来，找最好的工匠做成了戒指，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丝裤里。这一套是用染了色的琉璃珠子串的，成本不过5两银子，但裴军这种只知道舞刀弄枪的粗人，哪里分得清真假？拿去吧。我把锦盒递给赵虎，神色温柔的滴水。林姑娘刚来，确实不能失了体面。这套头面虽旧了些，但胜在颜色鲜亮。告诉世子爷，只要林姑娘喜欢，库房里还有好些，尽管拿去挑。赵虎没想到我这么好说话，愣了一下，随即得意地接过锦盒。算你识相。看着赵虎离去的背影，小翠急得直跺脚。夫人，您怎么真的给他了？那可是您的心爱之物啊！我拍了拍小翠的手背，眼神骤然冷了下来。小翠，记住了，欲让其灭亡，必先让其疯狂。这套假头面送出去，才是这场戏真正开场的时候。我转身走到书桌前，铺开宣纸，提笔写下了一行字：侯府资产清算明细。这可不是给裴军看的，这是留给那些即将上门的债主们的。裴军想办喜事，好啊，我就让他这场喜事变成全京城最大的哀事。第二天一早，侯府就炸开了锅。裴军为了安抚林娇娇，也为了震慑我，竟然宣布要大办宴席，正式纳林娇娇为贵妾，而且规格要按照平妻的礼制来办。张氏更是唯恐天下不乱，到处宣扬林娇娇比我强100倍，全府下人的眼神都变了，同情中带着幸灾乐祸。我正坐在院里喝粥，
小翠跑进来气愤道：“夫人，奴婢刚瞧见那位林姑娘当真把那套红宝石头面戴上了，在花园里显摆呢。世子爷还夸她生得娇艳，称得起这贵重东西。”我动作一顿，放下粥碗，慢条斯理地说道：“既然世子爷觉得他称得起贵重东西，咱们也不能小气。小翠，传我的话下去。”什么话？就说我对林姑娘一见如故，感念她照顾世子之恩。这次纳妾宴由我亲自操办，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咱们侯府是最讲情义的地方。小翠愣住了。夫人，您这是？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只有把场面搞得越大，把宾客请得越全，到时候这场燕去楼空的大戏才能唱得越响亮。裴军想用这场婚礼来打我的脸，让我知难而退，乖乖做个听话的摆设，那我就借这场婚礼给他送一份终身难忘的大礼。对了，我叫住准备出门的小翠，去库房把那对半人高的珊瑚树找出来，摆到林姑娘房里去，给她添添喜气。小翠瞪大了眼睛：“夫人，那可是老侯爷留下的传家宝啊！”我笑了，那是假的，是用猪血拌着石灰粉倒模做的，放在潮湿的地方不出半月就会长霉斑。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账册上它价值连城。等到债主上门的时候，林娇娇拿着这对发霉的珊瑚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精彩。去吧，我挥挥手，这几天无论谁来支银子都痛快点给，若是宫中账上没钱了，我顿了顿，压低声音就去把世子书房里那几方古墨拿去当了。记住，要当死当。裴军，这只是个开始，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忙得脚不沾地。裴军见我如此识大体，对我的态度缓和了不少，甚至在林娇娇面前夸我懂事。宁儿果然是大家闺秀，这排场娇娇定会喜欢。等这件事办完，我一定好好补偿你。补偿？我心里冷笑，你若真想补偿，不如先把那假死3年的军饷补给我。但我面上却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世子言重了，能为世子分忧是妾身的福分。只是这宴席的花销实在太大，宫中的银子有些周转不开，能不能？裴军眉头一皱，大手一挥：“这有什么难的？库房里不是还有几箱前朝的古董字画吗？拿去当铺换了便是。反正我也看不懂那些老丸子，留着也是鸡虾。”我等的就是这句话。世子英明。我当即领命，转身就让人把那几箱早就换成了赝品的古董抬了出去。真正的真迹早在半年前就被我分批送到了江南的地下拍卖场，换成了厚厚一叠银票，此刻正安安静静地躺在我的贴身衣物里。这一箱子赝品顶多值个几百两，但我并不打算真的去当铺。我找了个借口，让人把箱子抬到了后门，交给了早就等在那里的买家。其实是我雇来的托，这可是世子爷亲自吩咐买的，5000两，1分不能少。托儿痛快地付了钱，那是一叠早就准备好的假银票。我拿着假银票回府复命，顺便把真银票存进了自己的小金库。就这样，在裴军的英明指导下，侯府最后的家底被我一点点掏空，连带着我还顺手把裴军书房里那把据说是御赐的宝剑换成了一把铁匠铺打造的仿品。林娇娇也没闲着，她仗着裴军的宠爱，整日里在府里作威作福。今天嫌燕窝不够斩，明天嫌绸缎不够软，我统统满足她。给她把库房里那几匹去年的陈布拿出来，那是用药水泡过的，看着光鲜，穿在身上容易起疹子，就说是今年的新贡品，特意留给林姑娘做喜服的。小翠捂着嘴偷笑：“夫人，您这招真是绝了！”林娇娇果然很喜欢，她穿着那身新贡品做的喜服，在裴军面前转了一圈，娇滴滴地问：“世子爷，好看吗？”裴军看着她身上那略显艳俗的颜色，眉头微皱，但还是违心地夸了一句：“好看。”我在一旁看着，笑而不语。好看？等到洞房花烛夜，你就会知道这衣服有多好看了。大婚前夜，整个侯府灯火通明，喜气洋洋。裴军在书房里宴请宾客，喝得酩酊大醉。林娇娇在房里试戴首饰，笑声传遍了整个后院，只有听雪院静悄悄的。我平退了所有下人，只留下了小翠。东西都收拾好了吗？我低声问。小翠指了指床底下那个不起眼的小包袱，都在里面了，银票、地契，还有夫人您这2年攒下的私房钱都在。我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这是我给裴军留的最后一份礼物，不是和离书，那东西他撕了一次，这次我直接换成了侯府债务转让书，上面详细列明了这3年侯府欠下的所有外债。石狮子抵押款500两，花园假山抵押款800两，冰块欠款1000两，林娇娇首饰尾款3000两，总计38000两。这还不算那被我掏空的库房和被抵押出去的田产。裴军，这就是你要的大排场，这就是你要的体面。我把信放在显眼的梳妆台上，用那只裴军送我的便宜玉簪压住。走吧。我换上一身利落的男装，和小翠从后门悄悄溜了出去。马车早已候在巷口，在跨上马车前，我叫住了等候多时的钱掌柜，他其实是我这1年扶持起来的白手套。夫人，一切都按您的吩咐办好了。钱掌柜低声笑着，递上一叠厚厚的请柬。我翻开其中一张，上面赫然写着：世子归家，欲知万金为林氏新宠，购置京郊别业，旧债恐须后延。
望周知，这些请柬你今晚子时之后，一家一家送到那些债主手里，顺便透个风给珍宝阁和永安冰窖的老板，就说世子爷今晚喝醉了，亲口说要把原本还债的银子都拿去给林娇娇打一套纯金的头面。钱掌柜心领神会，夫人这一招高明，这大婚之日，若是债主们知道自己的血汗钱要被那个小妾挥霍空了，怕是要把侯府的大门都给拆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金碧辉煌却内里腐朽的牌匾，拆了好拆了，这旧账才算翻篇。赶车的是我重金聘请的高手，车里还坐着10个身强力壮的保镖。车夫低声问：夫人去哪？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座灯火辉煌的侯府，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去江南，那里水暖，适合养我这一身被冰水泡坏的骨头。马车辘辘驶入了夜色之中，身后隐约传来了侯府的喧闹声，那是他们最后的狂欢。明天早上当裴君醒来，当林娇娇穿上那身让她浑身发痒的嫁衣，当债主们拿着欠条堵在门口，那画面光是想想我就觉得神清气爽。裴君再见了，或者说再也不见。次日清晨，锣鼓喧天，侯府大门敞开，迎接着前来道贺的宾客。张氏穿着一身崭新的紫红色绸缎，满脸红光地坐在高堂之上，接受着众人的恭维。裴君一身喜服，虽然宿醉未醒，但强撑着精神站在门口迎客。然而吉时已到，新娘子却还没出来。怎么回事？去催催，别误了吉时。裴君有些不耐烦地问赵虎，赵虎领命而去，没过多久就一脸惊慌地跑了回来。世子爷，不好了！大喜的日子，慌什么？林姑娘呢？林姑娘在房里哭呢。她说那喜服穿着扎人，身上起了好多红疹子。还有那个，还有什么？还有世子妃不见了。裴君心里咯噔一下，不见了。那个逆来顺受，为了侯府忍气吞声3年的沈宁，那个昨天还在帮他张罗婚礼的贤内助。胡说八道！他能去哪儿？肯定是在后院忙活。他顾不上满堂宾客的诧异目光，转身冲向听雪院。院子里空荡荡的，连个人影都没有。推开房门，一股冷清的气息扑面而来。桌上那只廉价的白玉簪孤零零地压着一封信。裴君颤抖着手拿起信，展开一看，没有预想中的哭诉，没有不舍的挽留，只有一行行触目惊心的数字：世子爷，3年来婆母施加冰刑共计999次，每一滴冰水我折价100两计入账中。如今钱货两清，和那句让他几乎吐血的流言概不退还。另府中石狮子欠款500两，花园假山欠款800两，若不还钱，债主明日便来搬山。祝世子爷与新夫人百年好合，早生贵子。虽然侯府可能养不起了。沈宁！裴君发出一声怒吼，手中的信纸被捏得粉碎。就在这时，前院突然传来一阵骚乱。让开！进去！镇北侯府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世子爷呢？叫裴君出来！裴君脸色惨白地冲到前院，只见一群手持欠条的大汉堵在门口，推推搡搡，把前来道贺的宾客都挤到了一边。为首的一个满脸横肉的男人，正是城西的王员外。他手里挥舞着一张契约，大声嚷嚷：裴世子，咱们可是签了字画了押的，这门口的2尊石狮子早就是我的了。今天期限已到，你是还钱还是让我搬狮子？另一个瘦侯氏的男人跳了出来：还有我，这满院子的红绸灯笼，还有那几百斤的酒肉，世子妃说了，今天结账一共3000两。还有我。裴君看着眼前这一张张讨债的脸，只觉得天旋地转。他转头看向张氏，张氏早就吓傻了，瘫坐在椅子上，嘴唇哆哆嗦嗦。这不可能！宁儿说府里还有钱的，她说只是周转不开。钱，裴世子，您那位贤内助早就把这侯府掏空了。您现在住的这宅子，若是再不还钱，过几天也就不是您的了。王员外冷笑一声，裴君一口气没提上来，眼前一黑，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世子爷，君儿！满堂宾客哗然，原本喜气洋洋的婚礼瞬间变成了一场闹剧。而此时此刻，我正坐在去往江南的画舫上，听着小翠绘声绘色地描述这一幕。夫人，钱掌柜的密信上说，世子爷那个脸啊，比锅底还黑，那个林姑娘更是哭得妆都花了，被一群债主围着要手势抵债呢。我端起茶盏，轻轻吹了吹浮沫，这茶真香。别急，好戏还在后头呢。我看向窗外流淌的江水，眼神悠远。林娇娇那个女人可不是省油的灯，发现侯府是个空壳子之后，她会怎么做？裴君那个自命不凡的世子爷，在失去了所有光环和财富之后，又会变成什么样？这一切都与我无关了，因为从今往后，我是沈宁，不是侯府的世子妃，不是谁的附属品，我是我自己的主人。那场荒唐的婚礼，最终是在债主们的咆哮声和宾客们的窃窃私语中收场的。裴君醒来时已经是深夜，红烛燃尽，满地狼藉。
原本挂满喜庆红绸的前厅，此刻像是被土匪洗劫过一般，桌椅倒了一地，就连那几盆作为装饰的名贵兰花也被债主连盆端走了。水。裴军嗓子干得冒烟，挣扎着起身，并没有丫鬟上前伺候。整个侯府静得可怕，仿佛一座死宅。娇娇。裴军试探着喊了一声，无人应答。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他顾不上穿鞋，跌跌撞撞地冲向新房。新房的门虚掩着，裴军推门而入，借着月光，他看到了令他目眦欲裂的一幕。林娇娇正蹲在地上，拼命地用那只他送的白玉簪去撬那个上了锁的嫁妆箱子，那是沈宁留下的，说是给新夫人的见面礼。娇娇，你在干什么？裴军不可置信地问。林娇娇吓了一跳，手里的簪子啪的一声断成了2截。她回过头，原本楚楚可怜的脸上此刻满是狰狞和慌乱。裴军，你醒了正好，这簪子是假的，那是玉粉压的，还有你送我的那套红宝石头面，刚才被债主拿去抵债，人家当场砸碎了，里面全是琉璃渣子。裴军，你骗得我好苦。林娇娇索性也不装了，把缎簪狠狠摔在地上。裴军如遭雷击。假的，不可能，那是沈宁给你的。沈宁，那个贱人早就跑了。你不是说你是镇北侯世子吗？你不是说家里有金山银山吗？现在呢，外面欠了38000两，连大门都被卸了。你让我跟着你喝西北风吗？林娇娇冲过来，一把揪住裴军的衣领，歇斯底里地吼道：娇娇，你听我解释，只要我还在，这爵位还在，钱总会有的。你不是爱我吗？你说过救命之恩。呸！老娘当初救你，是因为看你穿着这一身玄铁甲，像是个有钱的将军，谁知道你是个穷光蛋。哎，那能当饭吃吗？能还那3万两债吗？林娇娇一口唾沫啐在他脸上，说完，她一脚踹开裴军，转身抱起那个终于被撬开的箱子。箱子一开，里面滚出来的不是金银珠宝，而是一堆沉甸甸的石头，每一块石头上都贴着一张条子，这是花园假山的抵押凭证，价值800两，请笑纳。林娇娇发出一声绝望的尖叫，彻底崩溃了。当晚，趁着裴军睡着，林娇娇卷走了裴军身上最后的一块玉佩，那是他身上唯一值钱的东西，连夜跟着那个来讨债的王员外跑了。据说王员外答应替他还那笔莫须有的首饰债，条件是让他做第18房小妾。曾经的白月光，在金钱的试金石下，连个渣都不剩。次日清晨，裴军再次醒来时，侯府彻底空了，下人们因为发不出月钱，跑了个精光。张氏受不了这个打击，中风瘫痪在床，嘴歪眼斜，只会流口水，连骂人的力气都没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镇北侯府，如今只剩下一个空壳和那一屁股烂账。裴军站在空荡荡的院子里，看着那棵枯死的老槐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这个家从来都不是靠他在战场上的军功撑起来的，是沈宁，是那个被他在雪夜里冷嘲热讽，被他母亲施以冰刑的女人，用他柔弱的肩膀默默扛起了这3年的风雨。他想起了那999夜的冰刑，他冲进祠堂，发疯似的翻找。终于，他在香案底下的暗格里找到了沈宁记录的那本受刑日记。腊月初8，雪冰水刺骨，婆母骂我不知廉耻忍。为了那1000两银子的进项，正月15元宵，大家都去看灯了，我在受刑忍。城西的铺子又涨价了，忍无可忍，便无需再忍。待世子大婚之日，便是我自由之时。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刀扎在裴军的心上。他跪在地上，捧着那本日记，痛哭流涕。宁儿，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可惜迟来的深情比草还贱。为了还债，裴军卖掉了战马，当掉了盔甲。他脱下了那身象征荣耀的锦袍，换上了粗布短褐。白天他在码头扛大包，因为力气大，倒也能挣几个铜板。晚上他要伺候瘫痪的张氏，还要忍受债主时不时的上门辱骂。曾经京城最意气风发的世子爷，成了街头巷尾最大的笑话。每当夜深人静，他躺在冰冷的硬板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脑海里全是沈宁最后那个决绝的眼神。一定要找到他，这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动力。他相信沈宁是个心软的女人，只要他肯跪下认错，只要他表现得足够惨，他一定会回心转意。毕竟他们曾经也是夫妻啊。1年后，江南扬州，3月烟花下扬州，这里的繁华虽不比京城，但却烟火气十足。运河之上，一艘极尽奢华的3层画舫正在缓缓前行，画舫上丝竹之声不绝于耳，隐约可见衣香鬓影。这艘画舫的主人是如今江南赫赫有名的女首富沈老板。据说这位沈老板背景神秘，不仅财力雄厚，而且手段了得。短短1年时间，他就垄断了江南的丝绸和茶叶生意，连官府都要给他3分薄面。此刻，我正慵懒地靠在画舫顶层的软榻上，身侧2个面容俊秀的年轻男子正殷勤地伺候着，一个拨着晶莹剔透的荔枝，一个轻轻替我捶着腿。东家，这力道可还行？捶腿的少年叫阿青，笑起来有2个浅浅的酒窝，极讨人喜欢。我张嘴含住那颗荔枝，甜腻的汁水在口腔中爆开，尚可比那个只会舞刀弄枪的木头强多了。东家又在说笑了。阿
阿青红了脸。这时，画舫的管事匆匆走了上来。东家，岸边有个乞丐，一直跟着咱们的船跑。他说他是您的故人，一定要见您一面。故人，我挑了挑眉，漫不经心地理了理袖口的金丝滚边。这年头，想跟我攀亲戚的人多了去了。他叫什么？他说他叫裴军。我玻璃枝的手微微一顿。裴军这个名字听起来好遥远啊，像是一场已经醒来的噩梦。我站起身，走到栏杆边，居高临下的往岸上看去。只见岸边的泥地里跪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他头发花白，身形消瘦，原本挺拔的脊背如今佝偻得像个小老头。看见我出现，他像是看见了神明，疯狂的磕头，声音嘶哑的几乎听不清。宁儿是你吗？我是裴军啊，我是你的夫君啊！周围的百姓指指点点，像是在看猴戏。我看着他，心里竟然没有一丝波澜，没有恨，也没有快意，只有一种看陌生人的淡漠。让他上来吧，我淡淡道，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裴军被带上了画舫，他跪在地上，不敢抬头看周围那些奢华的摆设，更不敢看那一屋子年轻俊美的少年。他浑身散发着一股酸臭味，与这里的香风格格不入。宁儿，我找了你整整1年，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1年，我每天都在忏悔。娇娇那个贱人早就跑了，我也把她休了。我现在只有你了。他抬起头，满脸泪痕。他西行几步，想要抓我的裙角。阿青眼疾手快，一脚将他踹开，冷冷道：大胆，竟敢弄脏东家的裙子！裴军被踹翻在地，却不敢反抗。他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卑微的祈求。宁儿，跟我回去吧。侯府虽然没了，但我还有一把力气。我不做世子了，我耕田养你，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我笑了，笑得花枝乱颤，笑得眼泪都快出来了。重新开始，我示意阿青退下，然后缓缓走到裴军面前，蹲下身子，用那把镶满了珍宝石的折扇挑起他的下巴。裴军，你是不是忘了什么？忘了那1000多个日夜的兵行？忘了你为了那个假货把我和黎叔撕碎的样子？忘了你不仅想让我净身出户，还想让我继续给你做牛做马的算盘？裴军瑟缩了一下，眼神躲闪。那是母亲逼我的。够了，我收回折扇，嫌恶地擦了擦手。裴军，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见你吗？裴军眼中燃起一丝希望。你还念着旧情，对不对？不，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没有了你，没有了那个吃人的侯府，我活得有多精彩。而你，不过是我人生中一笔早就核销的坏账。裴军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眼里的光彻底熄灭了。他终于明白，那个曾经满眼是他的沈宁，真的死了，死在了那个冰冷的冬夜。死在了他的薄情寡义里。来人！我转过身，不再看他一眼，语气淡漠的像是在处理一袋垃圾。把他扔下去，别脏了我的地毯。是。几个身强力壮的护院冲上来，像拖死狗一样架起裴军。宁儿，沈宁，你怎么能这么狠心？我是你丈夫啊，一日夫妻百日恩啊！裴军绝望的嘶吼声随着扑通一声落水声戛然而止，江水冰冷，一如当年的锁心水。我重新躺回软榻上，阿青立刻剥好了一颗葡萄递到我嘴边。东家，别为了这种人坏了兴致。今晚城里有灯会，咱们去看看。我张嘴含住葡萄，甜味在舌尖蔓延。好啊，听说那灯会上最贵的凤凰于飞灯，只有首富才点得起。今晚它是我的了。画舫继续前行，破开江浪，驶向那万家灯火的繁华深处。至于裴军，谁在乎呢？他不过是这滚滚红尘中一个微不足道的过客罢了。那晚，裴军从水里爬出来，大病了一场。后来，有人在扬州的街头看见过一个疯疯癫癫的乞丐。他逢人就说江南的女首富是他的妻子，还说他曾经是个大英雄，路人都笑他是个疯子，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个在梦里无数次出现的画面。那年大雪，他若是没有带回林娇娇，若是第一时间斩断那根绳索抱住他，或许现在站在那艘画舫上陪他看尽人间繁华的人就是他了。可惜人生没有如果，雁去楼空，终是一场空。